现在目前的网红的收入来源的一个太阳统计出来，大概有8大类哈：电商导购、直播带货、平台广告分润啊、付费订阅啦、贩售周边商品、通告活动、平台之星、直播打赏、广告业配跟广告连结点击奖金。这8大类型，公司组织可以拥有不动产。所以我们刚才讲要买微型商办，一的就是个人去买，一的就是你有公司用公司的法人去买。那用公司去买的话，它的建物的折旧可以抵你的营所税，也就是可以列报为支出。那另外你的管理费、装修费，它都可以作为支出去列报。那如果你是个人买，拍写个人的综所税里面的所得没有所谓的折旧这个费用。如果公司有投资微型商办或个人有投资微型商办，要注意，公司投资微型商办，常常我提醒各位，投资不动产，很多公司去买了不动产之后，或个人去买了不动产之后，他去装修。可是装修的话，那个装潢公司都会跟你讲，你如果不要求我开发票的话，我给你少5%的，给你扣5%。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发票可能公司也不太懂啦，就没有索取发票，他省那5%。很多人日后他在卖这个不动产的时候，不管是公司或个人，他在卖这不动产的时候，他当初的装修费是好几百万。2016年有开始房地合一税，2016年以前是土地交易所得，土地是免税的，房屋是要课财产交易所得的综所税的。那很多的装修是在房屋，土地不需要装修吧？所以最后不动产卖掉的时候，他会说房屋根本都撩急，他会觉得我的装潢费都要灌在房屋里面，我到最后房子卖掉之后分摊给房屋的售价根本远低于这个装潢费，这不是赚在土地，国税局都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你说你装潢费花很多钱，你的凭证给我看啊，你根本没有凭证。一样公司买微型商办要留意，以后要列报这些费用都一定要有合法凭证所以不要去省那个5%的小钱就是要拿到合法的凭证，把凭证保留好要创造一个正向的循环。其实新创企业的引入其实是一个会产生城市蜕变的一个商业发展的一个正向循环。以上是我的那个简报的分享，谢谢各位。